这是你卖的炸鸡，成本8块一斤，你卖10块钱一斤，小朋友们都爱吃。但鸡价其实不太稳定，如果鸡肉涨到10块一斤，你就亏本了。你不想涨价，也不想亏本，你只想好好炸鸡，那怎么办？首先我们要知道鸡肉为什么会涨价。鸡肉的成本等于雏鸡加人力加饲料，鸡饲料主要是玉米和豆粕，雏鸡和人力价格都很稳定，所以影响鸡肉价格的其实是玉米和豆粕的价格波动。所以很简单，我们只要买玉米和豆粕就好了。如果鸡肉涨价，肯定是玉米和豆粕涨价导致的。这时虽然卖炸鸡不赚钱，但是卖玉米赚钱了，你又可以愉快的炸鸡了。但买玉米再卖玉米其实有点蠢，不如直接和种玉米的老张签订一份合约，约定半年以后把10吨玉米按现在的价格5000元每吨卖给你。在这半年内，你可以随时把这份合约按照玉米的现货价格卖出去。如果玉米涨了，炸鸡不赚钱，玉米赚钱；如果玉米跌了，玉米不赚钱，炸鸡赚钱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亏。你交易的这份合约就是期货，一份提前约定货物、价格和交易时间的协议。1983年，麦当劳在通过玉米和豆粕期货得到稳定的鸡肉价格后，才正式发售了麦乐鸡块。今天，期货帮助无数个麦当劳这样的企业推出了价格稳定的大众消费品，也让无数种玉米的农民不用承担玉米滞销的风险，获得稳定收入。期货让当代生活变得更好了一些，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如何运转的呢？这是郑州期货交易所的交易界面，你可以在这里买到白糖、玻璃、红枣和苹果。虽然上面都是绿的，但你应该开心，因为这意味着超市里的苹果未来可能会降价。你可以看到苹果后面有一个4位数的编号，表示商品的交割时间，比如1910就是2019年10月，而你买到的就是这张编号为 AP1910 的期货合约。合约里规定了单价、数量、购买时间、交货时间。假设你在2019年7月19日购买了苹果合约 AP1910， 价格是每斤4块8，但你不能只买1斤，最少也要买1手，也就是10吨，96000块。这个价格意味着对19年10月苹果市场价的预测。接下来的3个月，这份合约价格会不断波动，而越接近19年10月，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就越接近，直到完全一致。到期之后就可以开始交割了。供应商会把苹果送到陕西和山东的这些仓库，质检员会按照这份苹果国家标准里1等以上的质量标准验货，符合标准的才会交给你。这样你就可以喜提10吨苹果了。当然，没几个人是真的来买苹果的。如果你不想要苹果，也可以把合约卖掉。这时的合约价格是9000元每吨，算下来你亏了6000块。你亏损的是你的保证金。这是证商所规定的苹果期货保证金标准，你只要付总价8%的保证金7680元，就能买到96000元的苹果。每一天你的保证金都会被结算，比如苹果期货价格从9600元每吨跌到了9500元，那么你就亏了1000块钱，你的保证金也会被扣掉1000。如果你不能在第2天下午补上920块，你手里的期货就会被强制卖出，卖到只值83500为止。这也是期货的残酷之处，仅仅是1%的跌幅也会给你造成12.5%的损失。而如果每天跌4%，连跌2天，保证金就归零了。如果不把钱补上，期货也会被卖掉，你就可以直接出局了。但如果赌对了，期货的回报也是惊人的。2018年4月，苹果的主要产地陕西遭遇霜冻，大幅减产。如果你相信苹果的价格会涨，在4月以6500元每吨的价格买入苹果合约 AP1810的话，1个月后这份合约的价格就会涨到9000块，而你的保证金涨了549.5%，比你过去连续10年持有一套上海市区的房子还要赚钱。所以，当你发现今年夏天苹果贵得离谱的时候，他们其实早就知道了。他们不仅知道苹果会涨价，还需要知道苹果到底会涨多少。这是2018年5月一位苹果期货投资者的研究报告。他走访了17个主产苹果的县市，确认苹果受灾情况、各地仓库的囤货数据，研究苹果竞品水果的产量，回顾过去10年苹果的价格波动，甚至确定了统计局的产量虚报问题。理性的投资者可以为市场找到合理的苹果定价，而喜欢赌一把的投资者则会选择逼仓，把期货价格炒到远高于市场价格。赌期货卖方无法交付苹果，只能按照高价回购合约。在巨额的财富面前，投资者很难冷静思考。2014年11月，来自成都的姜维就打算放手一搏，动用42个账户投入4亿，持续买入了27亿吨甲醇1501，试图逼仓。但悲惨的是，姜先生逼仓失败，不仅亏损了7900万，还因为操纵期货市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。
我是吴松磊，感谢王颖和孟新一对本期节目的内容支持。你可以在微博、微信、B 站、YouTube 搜索“回形圈 Paperclip” 关注我们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“期货”，可以获取本期节目当中出现的几份文件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